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雷。今天视频我们来聊起铃木 GSX-R 600，国内网友俗称铃木小 R， 因为铃木的车系1000是大 R， 中 R 是750，小 R 是600。我们今天主要聊一下铃木小 R， 中 R 750在未来会单独出期视频，因为目前 600cc 只有铃木小 R， 包括凯旋675没有聊，其他三大厂 600cc 都聊过。说到小 R 这个车，它在国内保有量并不少，但却不是一个热门的车，远不如 CBR 600，包括雅马哈 R6。以我个人来看，可能是颜值的问题，因为在同级别来说，铃木小 R 一直是配置最高、价格最低，更是被国内网友戏称为矮子乐。但是小 R 的缺点也很明显，比如老款车型 FI 的故障灯常亮，电瓶不充电烧整流器，包括张紧气异响。总的来说，铃木的车系发动机没有问题，但是它的全车电路是个通病。但是铃木小 R 前端爆发力很强，对于个子低一点的网友跑街来说，这个车保而止血。因为我之前和铃木小 R 在街区较量过，它的整体灵活度包括街区操控性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除此以外，铃木小 R 是一台由 GSX-R 400进化的车型，进化之后它一共可分为9代。第一代车型首发于1992年到1993年，第二代车型发布于1997年到2000年，第三代车型发布于2001年到2003年，第四代车型发布于2004年到2005年，第五代车型发布于2006年到2007年，第六代车型发布于2008年到2010年，第七代车型发布于2011年到2014年，第八代车型发布于2015年到2017年，第九代车型就是现款的铃木小 R。我们先从第二代1997年铃木小 R 开始聊起，因为第一代铃木小 R 在国内几乎没有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初代的铃木小 R 它的造型非常圆润，并且长得非常像 GSX-R 400，不过它的车架用的是750的车架。它用的是一台液冷 599cc 四冲程并列4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化油器车型，最大马力109匹，最大扭矩67牛米，6速变速箱，座椅高度830，整车净重174公斤，最高时速254。这台车当年最大的特色可能就是使用了冲压进气。除此以外，初代铃木小 R 还是比较逊色的，而且它的最大马力爆发在11800转，最大扭矩爆发在10000转。谢大家听一下这一代发动机声浪。第三代铃木小 R 发布于2001年到2003年，它的代号是 K1、K2、K3。这一代铃木小 R 就有了质的突破，整体外观看起来更现代化，也有了全新的造型。我们将这个头灯统称为钻石头灯，并且它的最大马力提高到了115匹，最大扭矩69牛米。同年份最后一代最大马力爆发在18000转，相比上一代增加铃木全新的 SDTV 双节气门技术，也就是说节气门体的2个点形阀，一个连接了手柄，一个连接了 ECU， 也全新设计了发动机、变速箱、车架，包括后摇臂。这代铃木小 R 是当年 AMA 600cc 超级跑车冠军。谢谢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第四代铃木小 R 发布于2004年到2005年，它的代号是 K4、K5。这代小 R 最大马力在13000转爆发124匹，在10800转爆发69.6牛米，座椅高度825，净重161公斤，当年最高时速255公里每小时。相比上一代最大的改变，全新的造型，更窄的油箱，使用了全新的钛合金阀门 ，ECU 改为32位，使用了倒插减震，全新的仪表盘，包括全新的大灯设计。这代铃木小 R 在国内很常见，大家也不陌生。另外，2005年发布归款20周年纪念版。第五代铃木小 R 发布于2006年到2007年，它的代号是 K6、K7。这一代小 R 整体发动机马力和扭矩跟上一代一模一样，但是比起来上一代总长度缩短了15毫米，并且降低了座椅，设计了全新的外形，整体空气动力学增加了5%，也使用了全新的钛合金进气门，包括排气门，增加了反向扭矩限制离合器，也增加铃木的排气系统调节，主要为了改善低扭，也使用了全新的断钢曲轴，使惯性提高了16%。除此以外，使用了新的悬架、新的后摇臂，包括3段可调的脚踏板。谢谢大家听一下这代发动机声浪。第六代铃木小 R 发布于2008年到2010年，这代铃木小 R 最大马力125匹，最大扭矩降到了67.7牛米，座椅高度降到了810，整车装备总重量193公斤，当年最高时速 GPS 253公里每小时。相比上一代增加了怠速控制系统，主要为了改善冷车启动，也增加了3种驾驶模式可以选择，改善了自动调节的液压脱能链张紧器，主要为了减少噪音，包括机械磨损，也使用了全新的大灯设计，我们统称为莲花灯。另外，它的代号是 K8、K9、L0。同年份发布了 GSX-600 SE 版。不过据说只在美国出售，这个 SE 版配置动力是一样的。谢谢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第七代铃木小 R 发布于2011年到2014年，它的代号是 L1、L2、L3、L4。
这一代铃木小二它的扭矩马力跟上一代一模一样，座椅高度810，净重160公斤，最高时速253公里每小时。相比上一代最大的改变，使用了钛合金排气，并且改善了油门响应，使用了全新的竞赛级昭和切叉，增加了计时器，包括3项的可调脚踏以及可调式的变速杆，包括有了铃木高级的防盗系统，但是只在欧版铃木小二才有，本土版的铃木小二没有。除了这些之外，就是版花的变动。先大家听一下排气声浪。第8代铃木小二发布于2015年到2017年，它的代号是 L5、L6、L7。这一代铃木小二它的马力扭矩跟上一代一模一样，坐高、重量、时速也一样。相比上一代最大的改变，使用了更轻的活塞，包括更强的气门射程曲线，改善了气门响应，并且增加了更强的中低扭矩。说的直白一点，提供了更好的起步加速。全新的离合器昭和节正鲍鱼卡钳，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变化。先大家听一下这个原厂排气声浪。第9代就是目前最新款的铃木小二，2020年之后它的代号是 M 系列，如果出了21款就是 M1。这一代最新款小二相比上一代，马力、扭矩、坐高、时速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改变。最大的不同使用了 MotoGP 级别的晶体管点火程序，除此以外没有改变。大家听到这儿有没有发现 ABS 呢？多少铃木小二的车主从08年等到了2020年，依然没有等到标配 ABS， 甚至除了3种驾驶模式什么都没有。放眼望去，隔壁3家，快速换挡、辅助离合、5种动力模式、3种发动机模式、扭矩控制、电子转向、防侧滑、弯道 ABS 等等。到了铃木这儿，什么都没有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铃木这个厂家在我的心里，我有足够的技术，我的车也足够暴躁。你有技术能骑了就买，骑不了你也别买，我也不给你配备。而且我的换代就是版花的换代，而且我的新车就是20-30年前的发动机。我整个全新的造型，同级别他们依然干不过我。这可真不是开玩笑。铃木小二从2004年，它的最大马力就是125匹，到了2020年，15年还是这个样子。我问一下，还有谁？你说？我感觉就这样搞，它的版花还可以再换20代，能换到2040年。你说我到底该说铃木懒，还是该说铃木真的有技术？20年不需要改变，别人也干不过的技术。另外，铃木小二最好的百公里加速是2006年跑的3.1秒。就聊这么多吧，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讨论，因为我也说不清楚。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